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啊，我们说点题外话。今天是清明节，清明节应该是在汉族文化圈以及受汉族文化圈影响的文化的那些人呢，三大节日之一吧，对吧？春节、清明，然后就是中秋，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还是土葬，而且很多是葬在山上，所以今天扫墓的话，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有的他的坟墓啊，葬在可能100米、200米高的山上，有的葬在那个平地。但是因为我们这里山比较多，所以啊，目前来说墓地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今天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城市人还有农村人很多东西啊，就是很多方面不同。比如说农村人嘛，至少我们这里这样啊，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墓地而发愁，而且目前为止，任何人都不会发愁他的父辈啊，还有他的什么人呢，没有地方埋葬。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看见这画面，是不是在半山腰上面？现在那个生态比较好，上山的路都没有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上山的。特别是埋葬的时候，因为那个棺材呀非常重、非常大的，怎么抬上去的？我一直非常纳闷。不过肯定是人抬上去的啊。所以啊，在农村，像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埋葬一个人，如果在山上，真的非常的困难。但是，一切都讲风水，在我们中国，所以在我家的后面可以观察到很多很多东西。这么说吧，可能农村人没有城里人有钱，但是呢，农村人的那个生活成本肯定要比城里人低，而且我们这里到处山清水秀，我觉得埋葬在自然界非常好。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不存在这个土地的问题，所以我是赞成土葬的啊。大家好，近日德国媒体 NTV 对西方汽车制造商，特别是日本及德国厂商在中国面临的艰难处境忧心忡忡。因为尽管中国的汽车销量增长，但西方厂商的业绩却下降。德国电动汽车品牌变成了令人羞于启齿的配角。尽管该报道没有读者评论，今天也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汽车圣地的销量下降，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在被赶出中国吗？对于大众、宝马等公司来说，在曾经的销售天堂中国，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上正征服越来越多的份额。西方制造商在占据了数十年的主导地位之后，是否正在沉沦为无足轻重？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汽车市场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阻力，他们在中国的增长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燃油汽车的销量大幅下降，同时
他们无法满足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主要由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来满足。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车市场中，宝马、戴姆勒和大众的电动车变成了小众产品的存在，他们更愿意将其隐藏在财务报表中不显眼的地方。观察家们已经担心，这可能是一场激烈竞争的开始。根据总部设在上海的咨询公司 Automobility 的说法，电动汽车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稳步增长的份额，将很快导致中国本土企业完全超越外国企业。届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将超过所有外国竞争对手的总和，以最快的速度超车。据 Automobility 报道，追赶的速度已经如愿以偿。根据该报道，早在2022年，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已经占到了中国乘用车总销量的 47%， 外国品牌显然正在失去市场份额。金融时报援引 Automobility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Bill Russell 的话，因此我们预计2023年将是本土品牌销售量首次超过全球品牌的一年。对于数十年来一直以其汽车充斥市场的福特、宝马或大众来说，这意味着一个转折点，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乘用车市场，数十年来一直是西方汽车制造商的销售圣地。2022年，这里总共有大约2300万辆新车上牌。相比之下，在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有1370万辆新车上牌。然而，比迄今为止的销量更重要的是市场的进一步潜力。从汽车密度来看，中国汽车市场的成长空间远大于美国。在美国，每1000人拥有约820辆汽车，在欧洲约570辆，而在中国只有约110辆。德国知识点评，这个拥有车的比例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中国的公交系统非常发达，大多数城市居民实际上并不一定需要汽车。但在美国，没有汽车几乎寸步难行。欧美国家的人，大多数人贷款买车，而中国人消费习惯决定了，估计大多数人买车倾向于全款买车，当然也有贷款买车的，但比例绝对没有西方国家的高。住房也是一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中国和外国公司正在争夺这块蛋糕中最肥美的一块，而赤裸裸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显然处于更好的位置。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购买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取消，导致了汽车销量的急剧下降。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在今年头2个月，他们同比下滑了近 20%。但是外国制造商受到的打击要大得多。中国汽车制造商的销量在1月和2月仅下降了 1%， 但德国制造商的销量却下降了 21%， 日本制造商下降了 40%， 韩国制造商下降了 25%， 美国制造商下降了 13%。 每个人都将在这个汽车圣地战斗。汽车专家 Ferdinand Dudenhofer 也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很快就会超过其外国竞争对手。总部设在杜伊斯堡的汽车研究中心 CAR 负责人告诉 NTV.de， 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强劲，而且非常迅速。然而，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末日的景象，也没有看到外国汽车制造商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在中国被甩在后面，不得不满足于只能吃蛋糕的碎屑。新的汽车圣地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但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将在其中战斗。杜登赫佛预测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动车单一市场，因为北京政府奉行一贯和长期的工业和技术政策，并专门扶持新能源汽车 NEV， 提供相当于1200亿美元的丰厚补贴和补助。这样的政策能取得什么效果？今天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大的对更多气候友好型汽车的需求。去年，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的销量翻了一番，该行业现在占到了销量的1/4，其他国家的政策则不那么给力。杜登霍夫认为，德国或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希望和力量的唯一出路，只能在与当地产业建立合资企业，这在过去也是在市场上活跃的唯一可能性。杜登霍夫说，
中国人在技术上推动他们的企业和初创公司比硅谷更快。在5年或10年内，汽车将实现自动驾驶，我们将看到全新一代的汽车。相比之下，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将显得旷日持久。西方汽车制造商应该关注他们如何从中国的技术领先中获利。销量下降和激烈的价格竞争将给外国汽车制造商带来又一个艰难的一年。7月，新的排放标准将在中国开始生效，这可能会进一步加速汽车市场的排挤进程。届时，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旧车可能会再次被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型所取代。2019年的标准变化也有类似的后果。大众汽车公司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杜登霍夫说，德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仍然在2个世界里工作，即德国国内和中国。然而，未来在中国，我们的汽车中会有更多的中国成分，他肯定地说。德国知识点评，这篇报道的用语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德语，没有之一。翻译成中文显得极度生硬，没有美感，非常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不过，文章的要点是，中国国产品牌电动汽车异军突起，让西方所谓世界品牌溃不成军。未来，德国汽车公司不得不与中国合作，否则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德国汽车研究中心负责人杜登霍夫对德国汽车工业的警告。想不到呀，西方老牌汽车大国这么快将要被中国超过，这在10年前估计都很少有中国人敢这么想。对于中国国产品牌的迅速壮大，很多德国人感到很忧虑。但之前中国人喜欢买国产车是民族主义的表现，那德国人以前喜欢买德国车，那么是不是也是德国民族主义的表现，甚至有纳粹倾向呢？最后想提一下，尽管西方政客成天在喊与中国脱钩或者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等等，甚至呢一些反华的华人呢也在网上一再唱衰，说什么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中国快完蛋了等等。但近日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刚过去的2022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高达创纪录的115亿欧元，这是过去1年啊。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政客们一再呼吁远离中国，但资本家们、企业家们可不傻，他们才知道哪里有机会，他们的企业的未来在哪里。特别在当下，俄乌危机在欧洲没有缓和的迹象，欧洲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以及能源价格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情况下，欧洲会有更多的企业出走。目前看来，他们的目的地不是中国就是美国，而中国的市场规模更大，政策更有连续性，前景更好，加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去美元化，所以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会选择中国，这会让那些靠吃反华饭的人如丧考妣。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